蚂蚁集团的控制权发生了变化。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不再是蚂蚁集团的实际控制人，蚂蚁集团也无法马上就上市成功。83.52%的投票权都会被马云影响。蚂蚁集团的控制权自然是牢牢地掌握在马云的手中，所以说现在马云甚至无法控制星涛这家公司，更不可能控制君汉，离蚂蚁集团的控制权更是隔了千山万水。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1月7日，蚂蚁集团发布公告，公司主要股东的投票权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蚂蚁集团的控制权发生了变化。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不再是蚂蚁集团的实际控制人，股权调整完成之后，依照新的股权规则，没有任何一个自然人或者任何一家机构公司能够完全控制蚂蚁集团。很多小伙伴觉得此次股权调整就是为了蚂蚁集团上市铺平道路，因为如果不调整股权，马云还会依然控制着中国最大的金融集团，中国政府肯定不放心让蚂蚁集团上市，让它变得越来越大，最终无法控制。这次调整之后，把马云搞走，蚂蚁集团就能够上市了。但事实上，即使股权调整过后，蚂蚁集团也无法马上就上市成功，因为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如果发生实际控制人的变化，想要在 A 股主板上市需要等待3年， A 股科创板上市需要等待2年，要在港股上市至少要等待1年。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聊一聊蚂蚁集团的股权之争，调整之后的蚂蚁集团谁是老大，谁会控制中国最大的金融集团？那我们开始吧。2022年7月20日，蚂蚁集团宣布在科创板及港股同步上市。蚂蚁集团计划一共发行 A 股 10%， H 股 5%， 也就是说 A 股募资200亿美元，港股募资100亿美元，合计募资300亿美元，这将刷新全球最大的 IPO 募资记录。蚂蚁集团上市估值在2000亿美元，约 1.4万亿人民币。蚂蚁集团的故事要从支付宝说起。支付宝原来是阿里巴巴集团在开曼群岛注册的一家全资子公司，雅虎和软银则分别占有阿里巴巴集团 43% 和 29.3% 的股份，拥有对支付宝的大部分控制权。2011年，马云以支付宝作为第三方支付公司，金融牌照需要回归内资为由，先斩后奏，从阿里巴巴集团的手中拿走了支付宝100%的股权，一度引发巨大的争议。蚂蚁集团的股权架构一直成谜，大部分人都认为蚂蚁集团可能会通过企业大股东持股的方式，采取同股不同权的架构。所谓同股不同权，是指公司的创始人或者早期员工为了防止公司上市后自己持有的股份被摊薄，导致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而采取的一种股权结构的设置。公司股权一般会分为 A、B 两种或者2种以上。一般 B 类股为流通股，也就在股票市场上交易的股票，一股代表1票。A 股为非流通股，原始股，一股可以代表10票或者100票。比如小米集团的招股说明书显示，小米集团采用了 A、B 股的架构，对于任何决议案，每股 A 股股份享有10票的投票权，每股 B 类股份享有1票的投票权。创始股东雷军持有小米集团 31.41% 的股份，通过设置 A、B 股双重股权的架构，其投票率达到了 55.7%， 维持了对小米集团的控制权。之前阿里巴巴申请在香港上市，正是因为香港证券交易所不允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的上市，所以阿里才远赴美国上市，这也成了香港证券交易所的遗憾，也是香港推动允许同股不同权公司上市的直接原因。作为脱胎于阿里巴巴的蚂蚁集团，沿袭阿里同股不同权的股权结构，看上去也是非常合理的。但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蚂蚁集团并没有走阿里的老路子，而是选择了同股同权的公司结构。同股同权就是一股代表1个投票权，拥有公司的大多数股票之后，就能获得对公司的控制权。我们经常在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看到，主人公一觉醒来发现公司被收购，自己被扫地出门，这就是同股同权的影响之一。只要有财大气粗的人肯花钱买你的股票，公司的控制权就很容易被流失。难道蚂蚁集团就不担心这个问题？马云难道不害怕有一天一觉醒来公司被买走了？其实马云自有他的高招。
马云以阿里巴巴上市为条件，说服阿里巴巴的两大股东雅虎和软银让步，并承诺给予补偿。补偿的核心是承诺在支付宝上市时给予阿里巴巴集团一次性的现金回报，回报额为支付宝在上市时总市值的 37.5%， 不低于20亿美元，且不超过60亿美元。同时在上市之前还承诺向阿里巴巴集团支付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费，金额为每年利润的 49.9%。 随着支付宝的发展越来越好，价值越来越大，雅虎和软银也不傻，于是在2014年阿里上市的时候和支付宝重新签订了协议，这就是支付宝第二次股权变动。此时的支付宝已经变成了小微集团的控股公司。这次协议变动的主要有2点。第一点是小微集团向阿里巴巴上缴的利润比例由 49.9% 下降为 37.5%， 至少每年支付一次。第二点是取消现金回报60亿美元的上限，调整下限为 93.75 亿美元，超过原来下限的4倍。可见此时雅虎和软银已经把小微集团当成下金蛋的鹅了。仅仅是这2点，雅虎和软银还不满足。如果说小微集团发展超过了他们的想象力呢，那是不是就亏了？于是协议中又提到了阿里集团可以放弃现金支付，选择获得小微集团 33% 的股权。这样一来93亿美元的现金是稳赚的。如果小微集团发展的好，我就换成 33% 的股权。这算盘打得真是响。2016年小微集团变更为蚂蚁金服。2019年9月，阿里集团放弃了现金计划，选择了蚂蚁金服 33% 的股权。经过几次变更，蚂蚁集团在上市前的股权架构为阿里集团持股 33%， 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两大员工持股平台均汉持股 29.86%， 君奥持股 20.66%， 这3方合计持股 83.52%。根据蚂蚁集团的上市招股书披露，君汉和君奥这2个合伙平台的管理者为杭州云博。杭州云博的合伙人一共有40名自然人，认缴出资金额从500万到 21.84 亿元不等，其中马云认缴出资2000万元，是持有蚂蚁集团股权最多的自然人，持股 26.77 亿股，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11.26%， 发行后股比稀释到 8.91%。 股东会是杭州云博的最高权力机构，马云在杭州云博的持股比例最高为 34%， 这就意味着占蚂蚁集团持股比例 50.52% 的君汉、君奥在行使股东投票权的时候都会受到杭州云博的审议，而马云在杭州云博的持股比例最高为 34%。阿里巴巴集团持有 33% 蚂蚁集团的投票权，而马云是阿里巴巴36名合伙人中的一员，且地位举足轻重。在阿里这 33% 的投票权中，马云也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总结起来，马云能够影响蚂蚁集团 33% 的股份的阿里巴巴，又在蚂蚁集团股份 50.52% 的君汉、君奥中有1票否决权， 83.52% 的投票权都会被马云影响。蚂蚁集团的控制权自然是牢牢地掌握在马云的手中，即使同股同权的架构也丝毫不影响马云的控制力。我们再来看调整后的股权结构图，其他股东没有变化，也不会影响蚂蚁集团的控制权，我们可以直接忽略。君汉、君奥这2家公司在蚂蚁集团的持股也没有发生变化，有变化的是君汉、君奥这2家公司的控制权。之前这2家公司受云博的控制，而云博又受马云的控制，所以这样一来，马云就能间接的控制蚂蚁集团。而从现在的结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云博已经不再控制君汉，只拥有君奥这家公司的控制权，而云博的股权结构中也没有了马云的身影。君汉方面，目前受新成立的星涛控制，在星涛这家公司中，马云也只有 20% 的股权。所以说现在马云甚至无法控制星涛这家公司，更不可能控制君汉，离蚂蚁集团的控制权更是隔了千山万水。具体计算来看，马云在蚂蚁集团的个人持股为 6.28%， 计算的方法很简单，马云在星涛的 20% 的股权乘以君汉在蚂蚁的 31.04% 的股权，
所以说现在马云在蚂蚁集团的投票权从之前的 53.46% 降为目前的 6.208%。另外，目前蚂蚁集团最大的股东仍然是阿里巴巴，持股约 33%， 但是投票权还是没有超过一半，也就意味着没有绝对的控制权。那么大家对此次蚂蚁集团股权的变更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在视频下面留言，或者加入我的电报群分享自己的观点。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分享，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帮助更多的小伙伴。那我们下期再见。